嗨，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我有一个朋友阿帆，他住的小区里面有很多的流浪猫，有一只长毛小橘很亲人，不管你手里有没有吃的，它都会凑到你跟前，蹭你的裤脚，求你摸摸抱抱。阿帆会经常发小橘的视频给我看，有时候是早上上班路上被他拦下，阿帆要和他解释半天，我今天上班快迟到了，小橘才能放他走。有时候是遛弯的时候在花园里偶遇，阿帆会在社区的小超市里给他买一根火腿肠，陪他玩一会儿。我半年前买了一只金渐层，养了这么久，还是对我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不让摸不让抱，只是偶尔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可以让我摸摸毛。所以每一次看到阿帆发来的小橘的视频，我都很羡慕他能遇到这么粘人的小猫咪。阿帆也羡慕我，他羡慕我有属于自己的猫，再加上最近入冬，天气变冷，阿帆就把小橘抱回了家，提前为他准备好猫粮、猫罐头，还有自动饮水机和水蜜桃味的猫砂。可是小橘好像不怎么喜欢，每天不吃不喝，看着窗外喵呜喵呜地叫着，肉眼可见地瘦了很多。阿帆不忍心把它放走了。林徽因在书里写过一句话，巷子里的猫很自由，却没有归宿；围墙里的狗有归宿，却终身都要低头。就像家猫总会羡慕野猫的自由洒脱，野猫却羡慕家猫的温饱舒适。可是那时小橘不一样，它大可不必像以前那样翻垃圾桶找吃的，挨冷受饿的过着他的流浪生活。可是他还是头也不回地选择了自己想要的自由。有些时候好像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如此的清醒，就像我和阿帆，明明已经很幸运，却还在羡慕对方。我朋友圈里面有两拨人，第一波和我差不多，在北上广日日早起贪黑，996甚至007，累但薪资可观，生活丰富，有展览、话剧、线下脱口秀，有数不清的大牌专柜，逛不完的奢侈品店。第二波在小城市安分守己，平淡但知足，有亲人，有风景，有大把得空的时间，还有半夜一个电话就可以叫出来喝酒撸串的朋友。现在看来，我觉得两种都算熠熠生辉，也都有滋有味。可是我刚来北京的那些年没有这么通透，我看到以前的同学在朋友圈里晒新家新婚，晒牵手拥抱感情笃定，晒5点多下班以后拍的老家桥上的绝美夕阳，都会羡慕然后焦虑。可是当我在朋友圈分享自己阅读10万加的文章，分享升职加薪送给自己的第一个奢侈品包包，分享周日和闺蜜去看艺术展的时候拍的美照，老家的朋友们也会留言说，真后悔毕业之后没去北京。你羡慕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在羡慕你。你看别人的生活哪儿都好，但你的生活在别人眼里也是风景。这些年，我们因为别人的光鲜给了自己太多压力，我们承受着疲惫和深夜的自我怀疑，我们羡慕着别人的生活，但其实我们在朋友圈里看到的不过是别人选择让我们看到的。每个人都有心酸，也都有痛苦难过的时刻。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节奏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哪种生活是最好的，
我们苦苦追寻的不过是合适而已。人生就像是一盘磁带的 A、B 面，我们只能选择一面听。抓住你觉得重要的，别拧巴，别焦虑，别在意别人选择了怎样的生活。我们带着不同的目的坐上了开往同一终点的列车，下车之后，他准备去加班，另一个人准备去健身，而我想念着家门口的小馄饨和热汤包。这是我们的选择。我们要相信，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拥有，但也不可能什么都没有。那些不属于你的，别再去羡慕了，学会珍惜已经拥有的那些，你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。